这节视频我们来讲解 GCC 的编译过程。它对应的源码在 Git 仓库里，你下载之后可以进入各个单板，找到 Source， 找到这个目录，最终可以找到01 GCC Options。在后面的视频里，你看到的源码路径跟这个路径不大一样，因为后面的视频是我以前为裸机录制的，我把它拿过来拼接。我们知道，一个点 C 文件要变成一个可执行文件，它要经过4个步骤。首先是预处理、编译、汇编、链接。这4个步骤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一看。我事先写了这么一个程序 hello.c， 它比较简单，我们来编译一下它。打开 Git Bash， 来执行 gcc-o hello.c 加上一个-v， 然后把这所有的信息复制下来。我们来看一看，这信息非常的多，我事先把它们精简了一下，我把它写在了另外一个文件里。这条命令最终会导致这几个命令被执行了。我先把它截屏下来，来看看它到底做了什么事情。我们在这条命令的后面加上-v 参数，可以看见它导致这3条命令被执行。这3条命令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你看，点 C 文件变成点 S， 证明它做了预处理和编译2个工作。第一条命令就做了这2个工作。第二条命令呢，它把点 S 转换成了点 O， 这就是一个汇编过程。第3条命令，它把一系列的点 O 汇集在一起 ，collect 汇集在一起，得到一个可执行程序，这就是链接。第一条命令把预处理和编译2个步骤都一起操作了，都一起完成了。那么我想单独的去看看这4个步骤分别做了什么事情。我们可以手工去执行一些命令，就比如说，你可以使用-1选项。-1选项是干嘛的呢？就是预处理 gcc-1-o hello.i hello.c。来看看这个 hello.i 它做了什么事情。我们得到了 hello.i， 你看，它把那些头文件都展开来了。type define， 这应该是来自于头文件。再来看看下面，找到我们的 main 函数。main 函数是来自于 hello.c。main 函数前面包含了 stand.io.h， 来搜索一下 stand.io.h。他去这里查找到 stand.io.h， 他有没有把 stand.io.h 的内容给展开呀？应该是展开了。我们再来看看，我们定义了这 max， 在 main 函数里面使用这 max， 这 max 有没有被展开？搜索了 main 函数，你看，那 max 那 minute 这些红都被替换成了它们自己的值，也就是这些红被展开了。还有 set bit 在这里也都被展开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的这样下一个结论：这个预处理就是把头文件包含进来，把那些红给展开。还有这里有个条件开关，我们定义了这个 debug， 你看这些条件开关它已经起效果了，在代码里面它把这些条件开关给用了起来。
你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两句话，这开关它就把你去掉了。那如果我把这 debug 给去掉，它会怎么样呢？保存一下，重新预处理，来看看这个文件，你看在每行数里面那2行就没有了。那如果我在这个文件里面故意加上一个错误，它能不能处理呢？再来预编译一下，好，它没有提示说任何错误。你看，你添加的错误原本的给你保留进来，所以这预处理就是把头文件包含进来，把这些红给展开，把这些条件开关给用起来而已，它并不去检查语法的错误。好，咱们继续往下走。对 hello 点 i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可以编译成一个汇编文件 gcc-c-o hello 点 o hello 点 i 说错了点 s 来看看这里，编译是大 S， 这里写错了，不是-c， 大 S， 你看提示错误，所以这个步骤编译这个步骤，它会去检查你的语法错误，如果没有错误的话，才会生成一个汇编文件。我们现在有错误，把这个错误给去掉，保存，重新生成点 i， 这是预处理，重新生成点 s， 这是编译。好，现在没问题。来看看这 hello 点 s，hello 点 s 里面肯定是一堆的汇编码，这个汇编码是 x86 的。好，那继续下一步，这个汇编码要转换成 main 点 o， 这个步骤称为汇编。你看，汇编码转换成机器码，这称为汇编，这有点拗口。点 s 点 o， 这里应该是-c 了。好，没问题。hello 点 o 里面就是机器码，我们的板子，我们的电脑只能够运行这些机器码，然后这众多的 hello 点 o 要把它链接成一个可执行程序，你可以使用-o 就行了。hello， 对于其他文件，你看其他文件我们不用自己去找，这个工具会帮你自动找到这个文件，然后跟这个 hello 点 o 链接起来。好，现在没问题，来执行一下 hello。实际上，在日常开发过程中，我们并不是这么做的，并不是单独去执行这3条指令，你要么执行这么一条指令，要么执行另外的2条指令。哪2条指令呢？这2条指令。我先把 hello 点 c 编译成一个 hello 点 o， 但是不链接，最后我再把它链接起来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我们等会再来说一下。这才是我们常用的命令。对于第一条指令，它把前面3个步骤都做了。你看，点 C 得到了点 O， 把预处理、编译、汇编前面3个步骤都做了，前3步都做了，最后才是链接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当我们文件很多时，这样做就很有好处。就比如说，你有 A 点 C， 你可以把它做这3步。编译成 A 点 O，B 点 C 编译成 B 点 O，C 点 C 编译成 C 点 O， 最后一步再把它们链接起来，链接成一个 hello 程序。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比如说我以后我修改了 C 点 C 了，你只需要来重新编译这个 C 点 C， 重新得到一个 C 点 O 就可以了。其他2个文件，其他2个点 O 文件保持不变，
这就很省事了嘛。当你文件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只是修改某一个文件而已，我不需要劳师动众的去把很多的文件全都编译一遍，这就是它的好处。所以说，这才是用的最多的命令。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编译方法，它用的命令什么呢？我们把它写下来。首先，单独预编译 A 点 C 得到 A 点 O， 单独预编译 B 点 C 得到 B 点 O， 单独编译不链接杠 O C 点 O C 点 C， 最后一步把它们链接起来杠 O Hello A 点 O B 点 O C 点 O。 好，对应的有另外一种方法，你可以非常简单粗暴的 GCC 杠 O Hello 大右 A 点 C B 点 C C 点 C， 这条命令就帮你做好了一切。它也会去单独的编译不链接 A 点 C， 编译不链接 B 点 C， 编译不链接 C 点 C， 最后把它们的文件链接成一个 Hello。 使用这样的命令非常的简单。当文件不多时，你可以使用这样的命令；当文件一多了，你使用这样的命令的话，效率会很低。假如有1000个文件，我只修改了其中一个文件而已，你仍然使用这样的命令的话，那1000个文件都会被重新编译，效率太低了，以前的编译工作全都白费了。所以我们用的经常是前面一种方法。好，我们说这个叫做编译，实际上我们在说这个编译时，它指的是这3步：预处理、编译、汇编。总之，这个编译我们经常混着用，有时候单独指这一步，有时候指这1、2、3这3步，有时候甚至指这1、2、3、4个步骤。这就是汉语的精深所在啊！好，讲到现在，我们对这4个步骤应该有所了解了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。这个点 C 文件里面包含有这个头文件，这个头文件来自哪里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这个头文件它来自于2个地方，一个是系统目录，一个是你可以自己指定头文件目录。首先来看看怎么自己指定呢？你加上一个杠 I 选项就可以了。就比如说我们编译程序的时候 ，GCC 杠 C 杠 O Hello 点 O Hello 点 C， 这个时候你可以使用杠 I 选项指定某个目录，你可以使用多个杠 I 选项指定多个目录。除了可以自己指定之外，如果你不自己指定的话，它会优先去系统目录里面找。这个系统目录在哪里呢？你可以使用杠 V 选项来查看系统目录。你看，杠 V 选项里它列出了系统目录，就是这里。它说什么呢？它会去查找这些目录。这就是系统的目录。那如果每次都让我自己去写一个 hello 点 C 来编译，那多麻烦呀！你可以执行这样的命令 echo， 它就是一个函数，把这个函数作为一个临时文件传给 GCC。你看，去预处理有杠 V， 这个减号是什么意思就不知道了。我们来执行一下看一看。你看，它列出了这些目录，头文件目录，还有一个 library 库目录。说到头文件，我们就要说到库文件了。就比如说我们的代码里面有 printf， 这 printf 来自哪里呢？来自库。这库在哪里？库的路径也有2个，一个是系统目录。这个系统目录你可以像刚才一样执行那条命令。你看，执行这条命令，它会打印出这些信息。这个 library path 就是系统的库目录。除了系统的目录之外，我们还可以自己指定库文件的目录。怎么指定呢？大 L， 使用大 L 来指定。就比如说我们以前编译链接的时候才用到库，杠 O
hello 点 o。假设你想使用某个库的话，可以指定-l某个目录，也可以指定多个目录。好，我现在指定了目录了，我用哪个库文件呢？使用小 l， 比如 abc， 你就会链接 libabc.so 或者 lib.a， 那就自然引出一个问题：对于这个库，我到底是使用这个 so 动态库呢，还是使用这个.a 静态库？你在链接程序时，你可以指定选项，指定它是静态链接还是动态链接。就比如说，我来 gcc-o hello.c， 我不加任何参数，它就是动态链接。ls-l 一下，看看它大小是 54K。那么我想静态链接的话怎么办呢？编译的时候加上一个 static， 这就可以了。来看看大小，这大小没变化，是工具链的问题还是我们命令的问题？来再试一下 static， 应该是工具链的问题。我们这工具链是 Windows 下面的，它毕竟不是 Linux 下面的，可能有一些 Windows 相关的原因，咱们先不管。好，你就这么认为吧。你不加 static 时，它是动态链接的，这个文件会比较小；你加 static 后，它是静态链接的，这个文件会比较大。虽然说从这个现象我们看不出来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现在知道了 GCC 的一些常用的选项了。我们来看看我们之前给 ARM 开发版编译程序时用到的那个 Makefile。根据那个 Makefile 来看看那些工具链、那些 GCC 命令是怎么使用的。Source， 随便找个文件来看一看，打开它的 Makefile， 你看-c-o 编译不链接，编译不链接，编译不链接，得到3个.o， 最后把它们链接起来，用 ld 用 ARM Linux 这个前缀的 ld 命令把这3个.o 文件链接起来，得到这么一个执行程序。我们以前使用 GCC， 现在可以使用 ld。使用 ld 时，你提供什么文件，它就链接什么文件。你使用 GCC 来链接时，它会帮你添加一些默认的.o 文件。对于裸机程序，所有的文件都是我们自己写的，我们使用 ld 命令来链接。至于这个链接脚本，以后再来讲。好了，这节视频我们简单的讲解了 GCC 的一些编译过程，简单的讲解了一些编译选项。如果你想更加深刻的理解它的话，可以参考以前我写的书。好了，这节视频就讲到这里。